Thank you very much. 非常感谢，谢谢大家。来了这么多人，大家看起来精神真好。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要宣布，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很多好事，请坐，我的美国同胞们。今天是解放日，这一天我们等了很久了。2025年4月2日将永远被铭记为美国工业重生之日，美国重掌命运之日，以及我们开始让美国再次富裕之日。我们要让美国富裕起来，国富民强。几十年来，我们的国家一直被远近各国，无论敌友，所掠夺、搜刮、蹂躏和劫掠。美国的钢铁工人、汽车工人、农民和技术工匠，今天我们这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确实蒙受了深重的苦难。他们痛苦地看着外国领导人窃取了我们的就业机会，外国的欺诈者洗劫了我们的工厂，外国的掠夺者撕碎了我们曾经美好的美国梦。我们曾有过一个美国梦，一个你们现在不常听到的梦。4年前你们听过，现在你们也听到了，但平时不常听到，甚至在过去的很多年、几十年里，你们都很少听到。我们的国家和纳税人被占便宜已经超过50年了，但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。不会再发生了。稍后，我将签署一项历史性的行政命令，对世界各国实施对等关税。对等意思就是他们怎么对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对他们，非常简单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。这是我们的经济独立宣言。多年来，勤劳的美国公民被迫靠边站，眼睁睁看着其他国家变得富强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我们的利益。但现在轮到我们繁荣了，我们将利用这数万亿美元来减税偿还国债，这一切都将很快实现。通过今天的行动，我们将最终让美国再次伟大，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伟大。就业机会和工厂将大量回流到我们国家。大家已经看到这正在发生。我们将大力推动国内工业基础的发展，我们将撬开外国市场，打破贸易壁垒。最终，更多的国内生产将带来更强的竞争和更低的消费者价格。这确实将是美国的黄金时代，它正在回归。我们将强势回归。我们很高兴副总统万斯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出席。万斯，谢谢你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万斯，你在哪呢？哦，不，找到你并不难。我刚才在找你。你知道他喜欢保持低调，所以通常他会坐在最前面。麦克，他现在越来越自信了，不是吗？我的内阁成员几乎都来了。还有议长麦克·约翰逊，他做得非常出色。昨晚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我们现在拥有7个席位的多数优势，相比之前只有1个席位，7席已经很多了，对吧？您做得非常出色。许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也和我们在一起。各位参议员、众议员，感谢你们的到来，我们非常感激。几十年来，美国削减了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，而那些国家却对我们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，并设置了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，重创了我们的产业。很多情况下，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更糟糕。他们操纵货币，补贴出口，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，征收高额增值税，以使我们的产品处于不利地位。采用不公平的规则和技术标准，并制造了极其肮脏的污染避风港。这些地方极其肮脏，但他们却总是来找我们，说我们违规，应该付出代价。美国贸易代表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中，对此都有详细说明。
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份报告，可以拿到，而且不用花很多钱，据我所知是免费的。这份报告凝聚了很多心血，确实如此，因为它很特别。坦白说，当你读到它，看到过去30年里别人是怎么对我们的，你会感到非常气愤。这一切发生时，美利坚合众国却毫无反应，完全没有。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。让我举几个例子，说明我们的工人多年来所面临的恶性冲击。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的摩托车关税仅为 2.4%， 与此同时，泰国和其他国家收取的关税则高得多，比如 60%， 印度收取 70%， 越南收取 75%， 其他国家甚至更高。同样，直到今天，几十年来，美国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只征收 2.5% 的关税。想想看，才 2.5%。欧盟对我们征收超过 10% 的关税，还有 20% 的增值税，比我们对他们的关税高得多。印度征收 70% 的关税，而也许最糟糕的是韩国、日本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施加的非货币性限制。韩国 81% 的汽车是在韩国制造的，日本 94% 的汽车是在日本制造的。丰田向美国销售100万辆进口汽车，而通用汽车几乎卖不动，福特的销量也很少。我们的公司都不被允许进入其他国家。我这么说，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，很多时候在贸易方面，盟友比对手更糟。但是这种可怕的失衡摧毁了我们的工业基础，危及了我们的国家安全。对于这场灾难，我一点也不怪罪这些其他国家，我要怪罪的是那些失职的前总统和过去的领导人，是他们放任这种情况发生，而且其严重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因此，从5月开始生效，我们将对所有外国制造的汽车征收 25% 的关税。谢谢，布莱恩，请你上台来一下，好吗？我看到他坐在那里，他一直是我们的支持者，而且他比经济学家、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。布莱恩，请讲几句好吗？谢谢您，总统先生。谢谢您，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。谢谢。谢谢，总统先生。我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北部的马科姆县长大，那里被称为里根民主党人的故乡。我第一次投票选总统是投给罗纳德·里根，我原以为他会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好的总统，直到唐纳德·川普出现。我这一生眼睁睁看着底特律和大底特律地区一家又一家的工厂倒闭，现在有很多工厂闲置，也有很多工厂未被充分利用，而唐纳德·川普的政策将让这些未充分利用的工厂恢复生产，将会有新的投资，将会有新的工厂建成。而且 UAW 工会的成员们，我带了20位成员过来，他们就坐在那边。我们100%支持唐纳德·川普的关税政策，所以总统先生，我们对您感激不尽。再过6个月或1年，我们就会开始看到成效。我很期待看到未来3-4年的发展。谢谢您，总统先生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。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从一开始就看得很准，比几乎所有人都早。那边那群人，他们也一样。而且你们知道，我们赢得了密歇根州，我们几乎赢得了所有这些州，但我们在密歇根州大获全胜。我想感谢大家，汽车工人们非常棒，卡车司机工会也非常棒。我告诉你们，大家都相当不错，非常感谢，我很感激，你们很快就会非常高兴的。而且大家可能看到了，不仅是所有公司，特别是汽车公司正在发生什么。你们看到所有那些正在搬迁的公司，他们每天都在宣布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。通过今天的行动，我们也在为我们伟大的农民和牧场主挺身而出，他们受到世界各国的欺压，
顺便说一下，加拿大对我们的许多乳制品征收高达250%到300%的关税。他们对最初少量进口的牛奶，比如第一罐或第一小盒，只收取很低的关税，但超过这个额度之后，关税就会飙升到275%甚至300%。所以当人们计算加拿大的平均关税时，他们会说，大概2%到3%。但你看看实际情况，当你仔细看看，情况并不乐观。我们不喜欢这样，这不公平。这对我们的农民不公平，对我们的国家也不公平。而且，对于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，你知道我们补贴了很多国家，让他们得以维持，让他们能继续经营下去。就墨西哥而言，每年是3000亿美元；就加拿大而言，每年接近2000亿美元。我就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说，你们得靠自己了，你们得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巨额赤字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这些年背负了那么多的债务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欧盟通过非关税壁垒禁止进口大部分美国禽肉，你们明白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想把我们的汽车卖给你们，我们想把所有东西都卖给你们，但我们不会买你们的任何东西。到澳大利亚也禁止进口。他们人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但他们禁止进口美国牛肉。然而仅去年1年，我们就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价值30亿美元的牛肉。他们不买我们的牛肉，他们不想要，因为他们不想影响自己的农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怪他们，但我们现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。大概今晚午夜就开始。中国对超过配额的美国大米征收所谓的配额外关税，税率高达65%。韩国征收，实际上他们征收的税率从50%到513%不等。还有我们的朋友日本向我们征收700%的关税，但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向他们出售大米和其他东西。农业部长女士，谁又能怪他们呢？顺便提一下，你在鸡蛋问题上做得非常出色，鸡蛋价格下降了50%，是你让价格降了50%。当初鸡蛋价格飞涨，我们介入后，你干得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鸡蛋供应充足，价格也便宜多了，大约下降了59%，而且还在继续下降。我们对很多商品只征收2.8%的关税，而其他国家却征收2%、300%甚至400%的关税。如果征收关税和设置保护性壁垒会让国家变得更穷，那么地球上每个国家都会争相取消这些政策，而中国会是第一个这么做的。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强大，但他们并没有带头取消关税，而美国人民正在付出沉重代价。从1789年到1913年，我们是一个依赖关税的国家，美国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相对最富裕的水平。事实上，当时我们非常富有，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，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，来决定如何处理收缴上来的巨额资金。我们收钱收得又多又快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。这难道不是个好问题吗？马可·卢比奥，你怎么想？是个好问题吗？马可肯定巴不得有这种问题。不过，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奢侈的烦恼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。但他们当时收了那么多钱，真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怎么花这笔钱。给谁给多少。接着在1913年，出于某种无人知晓的原因，他们设立了所得税。这样一来，为政府运作买单的就成了本国公民，而不是外国了。然后在1929年，随着大萧条的到来，这一切戛然而止。如果他们当初坚持关税政策，这一切就绝不会发生，情况会大不相同。他们试图重新实施关税来拯救我们的国家，但大势已去，一切都太晚了，已经无计可施了。走出那场大萧条花了很长很长时间，甚至比长期在那边办公室办公的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任期还要久。白宫那个相当复杂的坡道就是为他建造的。每次你走上来，你都会想到他。
他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，但正如你所知，其影响远超他的任期。但现在还不算太晚，我们将开始变得明智起来，我们将再次开始变得非常富有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将变得富有，因为他们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太多的财富。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，我们确实可以变得非常富有，我们可以比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，甚至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。但我们正在变得明智。将近1个世纪后，面对无情的经济战，美国不能再继续奉行单方面经济投降的政策。我们不能再为加拿大、墨西哥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赤字买单了。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，但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。我们照顾着全世界的国家，我们为他们的军队买单，我们为他们所有需要支付的东西买单。然后当你想要稍微削减一点时，他们就会因为你不再照顾他们而感到不高兴。但我们必须照顾好，并优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人民。很抱歉，我这么说。今天我们为美国工人挺身而出，终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。在乔·拜登任期的最后1年，美国流失了10万个制造业岗位，而且流失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我们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.2万亿美元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，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，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我成功地终止了它。他们都说你永远不可能废除它，我们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才能将其终止。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个协议，那绝对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。但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开始，我们国家就失去了9万家工厂。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9万家，想象一下，在一张地图上标注这些工厂，你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地方。9万家，我当时就问，这可能吗？我们核查了4次，实际数字比这还要高一些，并且在累积了19万亿美元贸易逆差的同时，还失去了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。那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。由于这些巨大的损失，外国现在持有的美国资产比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多出了26万亿美元。想想看，美国已无法生产足够的抗生素来救治我们的病患，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。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国来救治我们的病患。如果发生任何战争，我们将束手无策。我们几乎所有的电脑、手机、电视和电子产品都依赖进口。我们曾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，现在却全部从其他国家进口。如今，中国一家造船厂每年的船舶产量就超过了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。想想看，而造船业曾是我们主导的行业，我们曾完全主导这个行业。简而言之，长期贸易逆差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它们是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和生活方式的紧急状况。这对我们国家是巨大的威胁。出于这些原因，从明天开始，美国将对其他国家实施对等关税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考虑过这种做法。过去我们经常考虑，但几十年来我们都没这么做。你们也看到了后果。对于那些亏待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将计算他们所有关税、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刑事欺诈行为的总和税率。而且因为我们非常友善，我们是友善的人民，非常友善。当你们在工资上被占便宜时，你们就没那么友善了。我的汽车工人朋友、卡车司机工会的朋友，以及所有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工会，他们现在都不再投民主党了，因为工人们他们现在都支持共和党人了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但我们将向他们收取大约1半的关税，即他们现在和一直以来向我们收取的关税的1半。所以这关税不会是完全对等的。我想我本可以做到完全对等，但这会让很多国家难以承受。我们不想那样做。如果图表在的话，我想看一下霍华德，你能把它拿上来吗？这位是我们伟大的商务部长霍华德·卢特尼克，谢谢。霍华德，
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图表，中国第一行，中国67%，这是对美国征收的关税，包括了货币操纵和贸易壁垒。所以67%，我想你们大多数人视力好的话，应该能看到。考虑到眼神不好的人，而且外面风很大，我们不想拿出大图表，因为它根本立不住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一点的图表，所以对于中国的67%，我们将征收一个打了折扣的对等关税34%。我认为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收我们的关税，我们就收他们的，我们收的还更少。那么谁还会不高兴呢？他们会的，因为我们以前从不向任何人征收任何关税，但现在我们要开始征收了。欧盟他们非常强硬。他们是非常非常难对付的贸易伙伴。你知道，你觉得欧盟很友好，他们占我们便宜，看到这个真令人难过，太可悲了。他们收39%的关税，我们要收他们20%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只收一半。越南谈判高手，伟大的人民，他们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们。问题是，他们收我们90%的关税，我们要向他们征收46%的关税。台湾，他们生产，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电脑芯片和半导体。我们曾经是王者，对吧？我们曾拥有一切，现在我们几乎一无所有。但最大的公司正要进来，他们将拥有，我们将最终获得近40%的份额。里泽尔丁正在努力为他们争取批准，而且这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。实际上，这家世界级大公司的魏先生正从台湾过来，他们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，也许是该领域最大的工厂，但他们收我们64%的关税，我们将向他们收取32%。日本，非常非常强硬，伟大的人民。再次强调，我并不怪他们这样做，我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聪明。我怪的是那些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，就在那边坐在坚毅桌或其他他们选择的办公桌后面的人。日本46%，他们会向我们收取46%的关税，对某些商品，比如汽车，你知道的。像汽车这样的小商品收取的关税还要高得多，他们收46%，我们向他们收取24%。印度非常非常强硬，非常非常强硬。他们的总理刚离开，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但我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朋友，但你们对待我们不公平。”他们向我们收取52%的关税。大家要知道，过去几十年里，我们几乎不向他们收关税，直到7年前我上任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，从中国那里收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。老实说，他们是懂的，习主席懂，他说：“听着，我懂，其他国家也都懂。”他们明白我们可能得采取点强硬措施，但他们都懂。他们过去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，他们自己也明白。日本首相近三安倍晋三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幸的是，他遇刺身亡，离开了我们。但我去找了他，我说：“晋三，我们得做点什么。贸易不公平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但他立刻就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说：“晋三，我们得做点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，本来可以是一项好得多的协议，但坦率地说，在我上任之前达成的那个协议，剩下的年限不多了，但总归是达成了一些东西。如果你看瑞士61%对31%，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，看看柬埔寨。97%，我们要把这个数字降到49%。他们从美利坚和中国赚了大钱。英国10%，我们也会收10%，所以我们也会这样做。南非60%、30%，而且南非国内正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。你知道，我们每周付给他们数十亿美元，但我们停止了拨款，因为南非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。假新闻媒体本该关注这些，但他们不想报道。巴西10%，孟加拉国是74%。所以你们看到发生什么了吧？巴基斯坦58%，斯里兰卡88%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，我们征收的不是全部，我们可以收足88%的关税。非常感谢。他干得很好，他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看你最好把他带走，他撑不了多久，他会被风吹走的。我戴了顶帽子，就是怕风太大。不过有谁想要这顶帽子吗？我不是给内阁的，我是给汽车工人过来。
谢谢你们，伙计们，拿着吧。他们比我们的内阁成员更配得上这些帽子。我们的内阁成员有很多帽子，但你们看看这些数字，这些数字太不成比例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将设立10%的最低基准关税。你们在图表上注意到了这一点。这将针对其他国家，以帮助重建我们的经济，并防止欺诈行为。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欺诈行为，并且我们将对那些负责监管关税和入境产品的人员采取非常严格，因为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因为涉及的金额实在太庞大了。就其规模之大而言，可能从未有过类似的情况，而且负责检查的人员那里发生了很多坏事。如果他们作弊，他们将面临10年监禁。我们会善待他们，但如果他们作弊，后果将极其严重。外国最终将被要求为进入我们市场，全球最大的市场的特权付费。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市场。4年前，在经济方面，我们的国家非常强大。我们当时在对华方面取得了巨大优势，我们当时做得非常好，没人能赶上我们。但在拜登任内的过去4年里，很多成果都付诸东流了。去年1整年，我在竞选活动中都在推行这项政策。今天，我兑现了这项承诺。正如你们所知，这是一个信守了的承诺，说到做到，信守承诺。对于任何反对我们合乎常理的互惠关税的公司，再说一次，是互惠，你来我往，你来我往。我称之为温和的互惠，这不是完全的互惠，这是一种温和的互惠。但我们的做法是将其减半，我们向他们征收关税。如果他们抱怨，我的回答很简单：如果你想让你的关税税率为0，那就在美国这里生产你的产品，因为如果你在美国建厂生产产品，就没有任何关税。我们看到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，同样对于所有那些很快会打电话来要求豁免这些关税的外国总统、总理、国王、女王、大使和其他所有人，我想说的是，取消你们自己的关税，撤销你们的壁垒，不要操纵你们的货币。他们操纵货币的手段令人难以置信，这非常非常糟糕，对我们极具破坏性。并且开始购买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商品，关税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那些企图损害我们经济者的侵害。而很多人都想这样做，也许不那么明显，但他们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关税将给我们带来增长，这些关税将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，这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特别景象，我非常期待。布莱恩，这会比你说的还要快。你知道，你可能会，但这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全国各地工厂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些都是大型富有的公司。我们有一个耗资610亿美元的大型工厂项目已经启动，这将在未来2天内宣布，但他们已经开始动工了。许多全球最大的公司，他们都承诺要建厂、建厂再建厂。先生，我们要建厂、建厂再建厂。他们来这里见我，他们来问是否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我尽可能多的处理。我正忙着设法阻止俄乌冲突，还有中东问题，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。我们必须阻止胡塞武装。他们之前制造了巨大的麻烦，他们喜欢击沉船只，他们以此为乐，但他们现在不那么得意了吧？是吗，部长先生？他们现在可不那么得意了。不过，这里有一份简短的名单，列出了一些已经宣布并承诺投资的公司。其中一家公司曾在中国建厂。苹果公司将投资5000亿美元。他们以前从未在美国这样投过钱。他们将在这里建厂。软银、OpenAI 和甲骨文这些非常优秀的公司即将投资5000亿美元。英伟达这家热门公司正在投资数千亿美元。他们刚刚宣布了这一消息，来自台湾的台积电
全球最大、最重要的芯片公司，在没有我们投资的情况下，将投资2000亿美元。他们表示原因有二：第一是11月5日的选举，第二是关税。他们不想支付关税，而他们避免支付关税的方式就是在这里建厂。所以我们在芯片市场的份额将从几乎为0开始回升。我们曾经拥有100%的芯片市场，现在几乎全都在台湾，有少数在其他国家，但主要是在台湾。想想看，我们曾拥有100%的份额，我们失去它，是因为那些失职的官员，他们任由它从我们手中被夺走，强生。一家伟大的公司投资550亿美元，礼来投资270亿美元，脸书正在投资5000亿美元。哇，迪马克投资200亿，达菲海运集团200亿，还有默克、科瑞士、斯泰兰蒂斯、通用汽车、通用电气、航空、本田、日产、现代都在投入数十亿美元，而且他们是100%承诺投入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。这只是在2个半月之后。这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的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一公布了大家都乐见其成的计划之后。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先生，他曾与里埃科卡共事，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汽车界人士。他说，你知道，因为采访者在问人们的看法，试图找到尽可能多的负面声音，但他们找不到太多。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，很难找到负面评价。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所有这些投资的时候，他们问他，那么告诉我，从汽车行业的角度来看，您如何看待川普正在做的事情？他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终于有人，他年纪较大，是位真正的专业人士，曾和里埃科卡共事，是非常顶尖的人物。他说，我从没想过我会看到这一天，有人有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情，这正在改变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改变，不仅是汽车行业，还包括所有其他制造的产品。我们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。他今天说的太好了。事实上，我会去找到我会拿到那段录音，布鲁斯，我会拿到那段录音寄到长岛给你，你要放给那里的人们，所有的工会工人和非工会工人听。但我们目前看来，我们将获得大约6万亿美元的投资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们国家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投资额，6万亿美元。而且到今年年底，这个数字还会高得多。想想看，6万亿美元是多么庞大的一笔数目，要是在另一种体制下，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达不到。我们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，这对工人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极好的。从未有过哪个国家的转型能像美国正在发生的这场转型一样，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切，能够与那些顶尖人物，你们在报道中读到的那些非常富有的人，或者大型上市公司的优秀经理、高管和总裁会面，看到他们如今拥有而过去所没有的热情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曾对我们的国家失去信心，他们去了国外建厂，现在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我们国家，随之而来的是就业和资金，这景象确实非常美好。未来几天，全球主义者、外包商、特殊利益集团和假新闻媒体会发出抱怨。假新闻总是这样，他们总会抱怨，但永远不要忘记，过去30年里，我们的反对者就贸易问题所做的每一个预测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。他们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错了，他们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错了，他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上错了。如果我没有终止它，那将是一场灾难。如果我没有终止那个协定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工人们，你们在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工作了。谢谢。你们早就没有工作了，工作都流向其他国家了。在我第一个任期，他们说关税会让经济崩溃，但结果是我们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。我再说一次，我非常尊敬中国的习主席，也非常尊敬中国，但是他们占了我们极大的便宜。对此我甚至要称赞他们，我说嘿，如果你们能这么蒙混过关那也行。但是你知道他们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在说美国早就该采取行动了，但是他们会竞争，
对公平竞争，大家都会参与竞争。我对各国领导人说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国家，但我们现在也必须开始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国家。我们不能再像过去50年那样做了。从我当选那天起，在我第一个任期内，股市上涨了88%，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55%，这远超历任总统任何任期内的表现。我认为我们将远远超越这个成绩。而且也许这些数字还不够，但我认为未来的表现会远超这些数字。但你们将会看到那些空置废弃的厂址，那些摇摇欲坠的工厂将被推倒，并在原址建起全新的工厂。他们谈论的不只是翻新，而是建造全新的工厂，全世界最好最大的工厂。我有个建汽车厂的朋友，我跟他说我想看看最大最好的工厂，他说那我们得去墨西哥。我说不，我想在美国看到。他说我们不在美国建这些厂。建是1年半以前在竞选期间发生的事。他说我们不在这里建厂，你得去墨西哥建。当我开始决定参选时，我想说我的民调支持率很快就冲到了第一，可以说就好像在第1个小时内就冲上去了。之后不久，看起来我似乎要赢了。那些假新闻媒体就说哦不，别这么干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如果我没赢，他们才真会有麻烦，因为反正也没人想看他们写的东西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看起来我要赢的时候，我就宣布了，我将要做我们今天正在谈论的这些事。实际上，我的观点一直很一致，因为我谈论这个问题已经40年了。因为40年前我就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。如果你看看我年轻时的演讲，那时我很英俊，在我过去的演讲中，还有在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，我会谈到我们是如何被这些国家占便宜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，唯一改变的是占我们便宜的国家。但本质上什么都没变。但你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最终做到这一点是如此的荣幸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荣幸。如果你看看中国，我在任期内收取了数千亿美元，数千亿，他们从未向任何其他总统付过1分钱，但他们却支付了数千亿，金额如此庞大，以至于拜登束手无策。他们想取消这些关税，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很特殊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关系吗？他有特殊的关系，但金额实在太大，太大，他们无法做到。所以他们确实放松了，他们做了些不该做的事。他们让对方舒服多了，但他们无法取消关税，因为涉及的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，而我做到了这一点。而且，我们当时正要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，然后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糟糕的选举，发生了很多坏事。所以当我说我们必须再来一次时，我说我们必须让胜利大到无法被操纵。我们也确实让胜利大到无法被操纵。我们以创纪录的票数获胜，那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。看到你们这么多人，像布莱恩和你的朋友们，和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，更重要的是庆祝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我感到非常荣幸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庆祝，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。这将会是全世界都会谈论的事情。批评者们今年早些时候做出了那些老掉牙的预测，但在2月份，核心通胀率降至4年来的最低水平，还有鸡蛋价格。你们知道，就在我上任1个半月左右，我刚来第1周就因为鸡蛋问题受到指责。我说我才刚上任他们说鸡蛋价格涨了大概250%，而且你还买不到鸡蛋。他们对此反应激烈。然后我们开始着手解决鸡蛋问题，然后我们开始着手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们伟大的农业部长布鲁克·罗林斯，你干得非常出色，他干得非常出色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现在鸡蛋价格下降了59%，而且还在继续下降，供应也很充足。他们之前说复活节请不要用鸡蛋，能不能用塑料彩蛋？我说我们不想那样做，我们想要真鸡蛋。而你真的不负众望，干得真棒，非常感谢你，布鲁克，你做得很好。同样的，我们用一个老式的词，食品杂货。
我在竞选活动中用过这个词，这是一个很老式的词，但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词。食品杂货，它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装着各种东西的袋子。食品杂货价格一度飞涨，我在竞选时就以此为重点，我经常谈论食品杂货这个词。现在能源成本下降了，食品杂货价格下降了，汽油价格远低于3美元，人们开始能够买得起东西，恢复正常生活了。我们大幅降低了物价。我们在几周内就已经创造了1万个新的制造业岗位，单月增长就达到了这个数字，这是他们很久没见过的了。在我任期内，我们几乎没有通货膨胀，4年里我们几乎没有通货膨胀，但在移交给瞌睡桥之后，通胀率从几乎不存在飙升至我国历史最高水平。他们经历了我国历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，这是由能源糟糕的开支、糟糕的政策以及许多不良因素造成的。那让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开放的边境涌入我们的国家，这又怎么说呢？那里的即使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，也令人非常难过。我看到我们伟大的诺姆部长，你做得好，克里斯蒂，请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克里斯蒂诺姆。还有汤姆·霍兰德，这些人工作很出色，将那些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驱逐出境。但我们有些法官制造麻烦，他们不想让这些人走，他们想要让特伦德、阿拉瓜，想要让 MS-13这些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帮派留下来。没人见过这样的情况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杀人团伙，他们杀人不眨眼，而我们把他们驱逐了出去。现在有些法官，激进的左翼法官，他们不想让这些人离开，他们甚至不想让他们被遣返。你做得非常出色，请代我感谢大家，国土安全部，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我们现在的边境斗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边境，甚至比我第一个任期时还要好。我第一个任期做得不错，但这一次我们真正专注投入，而且做得非常好。我们当时就创下了纪录，4年前我们拥有最好、最安全的边境，我们那时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边境，而现在你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那个水平，甚至做得更好。我们将以正确的方式把它处理好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希望人们来到我们的国家，但我们希望他们通过合法程序进来。我们希望他们合法的进来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，我们需要人来运营这些工厂，帮助其他工人、工会成员、非工会成员以及所有人，但我们需要人，还有农民，我们会允许人们进来。但如果他们想来，我们希望他们合法的进来，他们必须有能力热爱我们的国家，而不是那些憎恨我们国家的人。我们不希望那些人进入我们的国家。现在我们将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，这方面我们依赖麦克和约翰·图恩，我们不会削减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福利，而民主党会，因为如果他们上台，整个经济将会崩溃。在你们看到的那群人执政下，这个国家正走向崩溃。他们太糟糕了。我想，我的支持率之所以能达到最高点，原因之一是人们把我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做比较，对此我至少表示感谢。但是，顺便说一句，众议院议长麦克·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，谢谢你们。麦克和约翰·图恩一直表现出色，他们一直在不懈努力地推进下一步工作，以通过我们那个宏伟美好的法案计划。如果你们能这么做的话，我希望把它命名为一项重大而美好的法案。大约6个月前我提出了这个说法，现在每个人都称它为一项重大而美好的法案。它也确实会是这样，它将无所不包，包含大规模减税和所有能有的激励措施，这将非常了不起。顺便说一下关于汽车，我们要求提供贷款利息抵扣，所以布莱恩只有在美国制造的汽车我们才提供这项抵扣。如果汽车不是在美国制造的，你就得不到利息抵扣。但如果你在美国制造汽车，如果你买的车是在美国制造的，那么你就能获得利息抵扣和税收抵扣，这是一件大事，这将是一件大事。我认为这项抵扣很快就能收回成本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有人说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，因为它太基本了，你会认为这早就该发生了，但它从未发生过，而且我很高兴它没有发生过，因为现在我可以说那是我的主意，但这将使我们更接近债务延期。我们必须通过债务延期法案。麦克，我知道你能做到，这至关重要。还有参议院预算计划赋予我们的所有其他内容，我知道约翰和麦克你们正在合作。
2项法案的进展非常顺利，我们需要完成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，包括某些永久性减税。我们希望实现永久性减税、削减开支、发展能源，并在国防、边境等众多领域进行历史性投资。我们涵盖了方方面面，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不会有像这样的法案，这一项法案就能让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很多年走上正轨。所以我们说，就这么干吧，把它搞定。有些人会非常喜欢它，有些人可能不那么喜欢，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但他们得到的已经很多了。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件事，这将是我们国会参众两院历史上通过的最了不起的法案。而今天在场的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将会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它将引领我们走上一条全新的繁荣之路。我们将削减开支，并将预算调整到应有的水平。我们将非常有力地推行这一点。谢谢你，比克，谢谢你，约翰，谢谢。哦，看，我们所有的参议员都在那边。哦，天哪，真是一群优秀的人。但如果他们不把这项法案搞定，我就不会那么喜欢他们了。他们是很棒的一群人，还有各位众议员，非常感谢你们，我很感激，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们。参议院的计划得到我的全力支持，众议院的计划也大致相同，他们的进展速度基本一致。一旦准备好了，就拿给我看，我相信他会得到我的支持。麦克，每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都必须团结起来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，我们必须团结，我们不能分裂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成，我们必须争取我们能争取到的一切，我们必须照顾好美国人民，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必须首先照顾好美国人民，我们需要立即通过这项法案，完成它，包括债务延期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会再让任何人告诉我们，美国的工人和家庭不能拥有他们应得的未来。我们将在美国本土生产我们所需的汽车、船舶、芯片、飞机、矿产和药品。制药公司将强势回归，他们正在强势回归，他们都会回到我们的国家，因为如果他们不回来，就要缴纳高额税款。而如果他们回来，我会很高兴，你们也会很高兴，而且你们会很安全。我们将用美国人的双手、美国人的心、美国的钢铁来建设我们的未来。我们将像过去一样，带着美国的自豪感来建设它。我就任总统即将满100天，很多人都认可我的成就，实际上，甚至一些假新闻媒体也是如此。你们能相信吗？希望这次他们说的不是假新闻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在头100天里做的都要多。我认为，就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而言，我们做得非常出色。希望看到我们能结束那场战争，并阻止中东爆发另一场战争。俄罗斯平均每天损失2500人，都是年轻士兵。想想看，有时一天2500人，但据说按一周平均算，大概是2712人。他们正在失去这些士兵，他们在死去，他们伤亡惨重，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人，他们来自其他国家，但他们也是人。在这个时期，他们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。我们会阻止这场战争，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。如果我是总统，就绝不会发生。而且这场战争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。我认为我们正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良好合作，但我们必须阻止这场战争，这是人道的问题，这太可怕了。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。我想你们会记住今天，我们将迎来一个自由的国家，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常自由和美丽的国家。这将是美国的解放日。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当你们回首这一天时，你们会说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对的。这最终成为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。上帝保佑你们，上帝保佑美国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